最强群短崩铁水城，在银河都督摇摆的知鸟终于来了。让我们把知鸟不安玩到端服，大家都明上。本期视频就来为大家深入解析一下知登鸟，并总结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给予解答。希望大家能等着3年一起冲上热门，拜托了，这是我一生的请求。作为太傅以来第3位限定同学，知鸟可以说是星铁目前综合素质最高、爆发能力最强的端环型对群同学。从机制上看，知鸟的定位和软梅类似，都是较为泛用的群体增伤辅助。但从短力而言，知鸟灵命就有20%爆伤、50%增伤加上千点的攻击力提升。简单粗暴的数值提升，相当于给全队直接多发2件极品仪器，契合目前几乎所有吃攻击加成的队伍。而除了高傲的增伤数值外，知鸟还有着独一无二的全队100%拉条能力，可以大幅提高队伍的短程爆发能力，在多系队伍尤其是追击体系里也有着更为惊艳的表现。再加上这手没有次数限制的全队附加伤害，即使在出拉满的多核体系里都能达到20%左右的伤害占比，这也让知鸟和沙金一样能成为货真价实的辅系，并为队伍贡献出不俗的伤害输出。缺5星同学玩家完全可以放心抽取，所以准备抽出知鸟并第一时间拉满知鸟小伙伴，请在弹幕里投波1吧。知鸟的普通和其他技能没有任何联动效果，一般仅作为缠连手段使用。准备老样子跳多，直接看它的第一的增伤技能战绩。知鸟释放战绩后，能为我方全体提供持续3回合的全队增伤，实际就达到50%。只论增伤层面已经超过软梅，但与之相对的是，软梅战绩可以通过秘技效果在太局自动释放，而知鸟的战绩端环就必须得等到行动条到才能正式启动，想要附带太局回合就得满足一定的输入要求。不过知鸟的额外行击可以在战斗态势时提前自身25%的行动条，相当于自带的温瓦特，接他到达107的基础速度，完全不用担心首轮的附带问题。同时这战绩的增伤端环和软梅一样，都是以释放者的自身行动来减少他的持续回合，不仅面对那些刀数多动的主系能产生更高的附带率，还能通过让知鸟主动被痛来变相延长他的持续时间。而好巧不巧，知鸟就正好有一个控制自己的手段，那就是他的大招血咒。知鸟开启大招后会进入特殊的血咒状态，它是演上自己的专属 BGM， 在银河都督摇摆，并免疫除死瓦罗和死亡机制杀以外的所有控制。觉得知鸟唱得好听的小伙伴，请把好听打在公屏上吧。而在大招持续期间，知鸟可以为队友提供大招的攻击力加成，按11技能加3500的面板攻击计算，即可为全队提供1000点左右的攻击加成，但代价就是知鸟无法行动且无法进入自己的回合。同时大招开启瞬间，行动条上还会出现知鸟独有的召唤物，一旦召唤物跑条结束，知鸟就会退出协奏状态并立即行动。而召唤物注定拥有90点速度，相当于112的初始行动值，对于标准速度在134以上的主系而言，约等于1.5回合的持续时间。顺带一提，知鸟的召唤物在破坏波次时，以行动的部分会重新计算，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神经的重跑。这个机制在3波次的虚斗叙事里，可以极大程度的延长大招 buff 的附带时间。我是真没想到崩铁策划居然还能把警员员最大的毒点给做成了知鸟的优点，所以知鸟太大免痛其实是为了不让他的召唤物重跑，然后永续大招吗？除了高傲的攻击力加成，知鸟的大招还能使全队立即行动。要知道55端平24%的群体拉条就能号称4星神器，那么知鸟这个群体版拉条有多少含金量，请大家评个分吧。不过想吃满这个群拉的收益，还是需要一定的策略性，说白了就是得动动脑子。不仅要综合考虑主系的配速，比如在挣脱这样的双系队伍中，如果2位输入角色的速度差异多大，就必定会有的角色拉条收益显著低于预期，也要注意知鸟太大的时机，比如主系马上就要动了，你这时太大拉条，完全就是在浪费大招。此外，队友在知鸟大招期间发动的每次攻击都会附带一次附加伤害，这个附加伤害不仅没有次数限制，而且能吃到知鸟自己的战绩增伤和大招攻击短，还自带100%暴击和150%度定爆伤。标准面板下，每次附加伤害都能打出上万点的输出，因此知鸟大招持续期间，队友动得越快，出手越多，知鸟所带来的伤害收益也会呈现几何倍数的提升。现在成型的一拖杀追击队中，知鸟一次大招期间甚至能打出不下24的攻击，此时不管是在平平无奇的倍率，一旦翻到20倍，那都是非常恐怖的了。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知鸟的附加伤害这么恐怖，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给知鸟带误伤球，来让它打出更高的输出呢？当然是否定的。低魂知鸟不建议带误伤球堆输出，因为知鸟大招的伤害是度定双爆，成均提升极其有限，对于输出的边际收益很低，远不如应付2个粉笔头来的高效。在一拖杀鸟队伍里，知鸟的 DPS 也就比杀金高一点。另外，知鸟的大招需要高额的攻击力，如果用误伤球换攻击球，虽然能带给知鸟更多的附加伤害提升，但间接降低了主系的输出，总体而言得不偿失。所以非6魂的知鸟还是优先选择攻击力属性。此外，知鸟在解锁了行迹的极性装饰后，大招期间还能使我方全体角色追击伤害额外提到25%的暴击伤害，进一步提到知鸟和挣脱黑鸡等追击体系的适配程度。不过，作为知鸟大招速
值爆炸代价，它的能量上限居然高达160点，即使放在一众同血角色里，也都是最亮眼的那仔。虽然解锁星期3魔镜热段后，知鸟的战技能最高回复35的能量，但对于知鸟仅次于银质的大招上限而言，依然是杯水车薪。而且因为知鸟太大期间无法普通回能，这就更加重了它的能量缺口。这时可能就有长得帅小伙伴问了，知鸟怎么才能加快回能呢？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知鸟最关键的回能手段——天赋调性合送。首先，知鸟在场时，我方全体角色都会获得最高20%的面板爆伤提升，同时我方目标每次攻击都能为知鸟恢复2点能量。这攻击判定包含了长腿普通、近恩赛和神君战长等障碍物在内的所有追击伤害，且可以吃到充能效率的加成，但体音软梅的附加伤害和所有非引爆 DOT 伤害都无法触发这个判定。和大招的附加伤害一样，知鸟的天赋同样非常适配刀瓶进攻阵容，在挣脱和黑鸡等配对中能大幅减少自身的充能压力。最后，知鸟的秘技也能为自己提供每的波次5点的额外充能，但由于领域类秘技同一时间内只生效1的，所以一定程度上会和劲流真理的秘技产生冲突。整体而言比较鸡肋，不过在魔女宇宙里抓猪时会比拖把更加好用。建议推荐buff数值最高的战绩大招优先，天赋升级提升较小的作为次选，普通非 XP 可以不点。知鸟的核心机制是大招，而冬季里的充能效率决定了大招效果的频率。所以装追方面，首选拥有超高冬季白质的专武夜色流光溢彩，80级冬季力高达635点，与影月黄泉专武并列第一，远超其他同行，甚至让不少主席看了都羡慕。同时，装追特效还能提供充能效率和不错的辅助能力。其次，可以选择同样有高白质且加充能的，但战斗还未结束，不仅可以加快知鸟大招循环，还能弥补缺少战绩点的问题。在获得这些残点能力不足的辅助组队时，会更加舒适。地心装追只推荐同样能提供充能效率的大小装追和3星的轮器，其中柔月残云之以白质较高，而且同时有回能有增伤，但效果不稳定，而且需要刀叠影。至于轮器，虽然有回能，但知鸟大招伤害无法触发回能特效。另外，作为3星装追，轮器冬季力白质太低，间接削弱了知鸟的辅助能力，只建议没有以上装追的平玩家过度使用。至于剩下装追，则都是大差不差，没有太契合知鸟的。然后是仪器方面，请选有冬季加成的，没有必须的套装，只需要吃掉好4闪剑也行。必的套装是2快枪手加2深牢，缺速度换2信使，打输出换2全套，而内缺仪器首选仙舟套、熔土套。其次，皮尤汤尼、温瓦特都是可以考虑的选择。如果单纯想拉到知鸟智能伤害，也可以带太空套。注意，知鸟大招伤害是镀定双爆，因此杀索图等暴击加成的仪器不建议纳入选择。主次要推荐冬季鞋、充能绳、冬季球。之所以不选速度鞋，是因为知鸟本身有太极加速，第一回合可以轻松跑到主席前面，而且它在大招期间无法行动，速度收益低。副次要推荐冬季大于充能大于速度。如果你的生存位练度不高，保不住智能鸟，那么也可以适当舍弃一点冬季力，多拉一点生命和防御词条。配对方面有多核、单核2种选择。多核不用多说，最适配智能鸟的肯定是依托杀鸟追击队，能够提供频繁的追击伤害，帮助知鸟回能以及触发大招的额外伤害。另外，知鸟主队冬季相比其他同学更脆也更容易暴毙，再加上太大不能动的性质，罗刹加赫这种结界男有时也很难救得回来。所以杀金作为残血能力极强的辅助，无疑是生存位上的最佳选择。而在主打虚斗的黑鸡追击队中，知鸟同样有着极为优秀的发挥，尤其是在机子对不上火弱点的情况下，知鸟登上暴力直接的增伤会比软梅来得更加舒适。此外，如果你没有软梅，那知鸟在斗尔队中也有着不错的就业机会，无论是刀尔的增伤还是上千点的冬季加成，都是斗尔队迫切需要的属性。同时，知鸟的全队拉条也能给斗尔队的首轮爆发带来极大的伤害提升。但这套阵容的缺点就是残点能力严重不足，只有低命霍尔的情况下，只能让黑天鹅舍弃战绩，走刀术平 A 流来满足塔和知鸟的耗点需求，并且浪费知鸟的追击和双爆加成，所以基本只适配刀炼和灵替玩家使用。而当然配对上，知鸟和软梅一样，都是作为泛用辅助入队，没有太多固定的体系。一般情况下都是搭配任意冬季主席加拉条辅助加残点生存的组合，如禁压罗刹和引花杀金。通过知鸟和压压花火的双重拉条，给予全队额外回合，大幅提升主席的爆发频率。在这套阵容中，知鸟充能续航不足，更倾向于短轴作战，毕竟只要能短时间内把敌人全杀了，大家充不充能也就无所谓了。目前来看，知鸟价值较高的新魂有1魂、2魂和6魂，其中1魂24%的烫性穿透，在面对刀防敌人时能为全队带来极大的伤害提升。而2魂除了全队16%加速外，其重点在于让天赋的回能效果直接提升了50%，直接解放了知鸟的充能压力。而6魂我只能说伟大，无需多言。解锁后直接解放主息，只需要老鸟自己配合几的辅助就能全场乱杀，或配合水手仪的普通都能打出核爆伤害。如果你想抽知鸟新魂，建议以这3只新魂为抽取目标。有牙专武的话，更推荐优先抽到2星魂。6+5知鸟就是目前
前强度最高、放性最短的同学辅助。当然，不抽星魂的小伙伴也不用担心，0+0智能鸟已经是一个优秀的辅助位角色，足以应对混沌回忆12层的 DPS 需求。当入藤的萌新如果只有软梅化尾丫丫其中一位，那么可以考虑抽取一只智能鸟。所以大家准备抽到几魂呢？先抽专武还是星魂呢？希望大家能等着3年一起冲到热门，拜托了，这是我一生的请求。感谢大家3年多的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